为对付中国，美设下2个陷阱，结果如何？最受打击的竟然是印度，实力不够又怕中国，这是把印度的面子按在地上摩擦。近段时间，美国又刮起了一阵对抗中国的狂潮。不同于以往，这次美国挑衅手法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以往在挑衅中国这件事上，美国都是亲自出马，比如说派遣军机、军舰来到中国周边进行挑衅。但是这次美国并没有亲自上阵，而是拐弯抹角的让盟友先上，那么其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击，这无异于让英国直接去送死。不过就目前来看，美国为针对中国设下的这一陷阱，在中国实力面前败下阵来。随后，美国又开始设下另一个陷阱。日前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之际，有人将这样的一场访问形象地称之为美国组建亚太小北约之旅，其针对中国的意味不言而喻。不过这样一场会面的结果却令印度人大为愤怒，究竟发生了什么？在美国访问印度之际，彭博社就刊登了一篇煽风点火的文章，其略带失望地表示，印度要想与美国关系更进一步非常困难，因为印度不光军事实力不够强大，就连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够强硬。显而易见，这是美国对印度设下的又一个陷阱。表面上美国这是在批评印度，其实是想借着这番话来鼓动印度大力反华。对于美国而言，印度是其对抗中国的最有力堡垒，因此美国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印度实力弱就放弃印度的。因此美国需要的就是印度在对抗中国这件事上态度更加强硬坚决。但是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一旦挑衅过头，必定遭到中国的狠狠打击。不同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要想打击印度可谓是易如反掌，这足以见得美国手段之恶劣。为了打压中国，不惜把别国往火坑里推。但是相比于这个，让狂妄的印度更加难以接受的是，美国这番话相当于是直接将印度的面子按在地上摩擦。印度本来就爱同中国做比较，这下子却被美国当面指出不仅实力弱，还怕中国，这样狠狠地羞辱印度人是难以接受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设下的这2个陷阱对中国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倒是印度却成了这场对抗中最大的受害者。2030年世界陆军平衡会是什么样子？美媒拒不承认中国是第一，但有一点已经出卖，中国不是第一，却放在比第一还重要的位置。在当今世界，一国的军事实力无疑被放在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而随着制海权和制空权的相继提出，陆军的作用似乎开始慢慢被忽视，曾经的陆战之王观念似乎也在慢慢改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陆军在现代战争中作用越来越小呢？并不是，尽管现代战争走的是有限战争路线，但是具备一支高质量的陆军作战部队还是十分有必要的。陆军才是一个国家敢进行全面战争的底气所在。基于陆军的这一重要性，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日前就刊登了罗伯特·法利的一篇文章，其主要介绍了到2030年世界上排名前5的5个国家陆军，分别为印度、法国、俄罗斯、美国、中国。当然，在预测这5个国家的排名前，罗伯特就表示，对于未来的预测很难，特别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预测一个国家未来的战力就更加困难。但是其还是列出了3个最简单的指标，其一是陆军发展是否有大量的国家资源为基础，其二是一国军队是否在得到国家支持的同时又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其三是军队是否可以经常进行接近实战的演练。基于这3点，其得出了以上的5个国家。但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点是，在介绍美国军队时，其表示到2030年，美国陆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但是中国似乎排在了比第一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印度、法国、俄罗斯再到美国、中国，其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介绍的。从直观来看，这似乎就是按照军力由弱到强的一个排序。那么中国排在最末尾，似乎表明中国陆军是压轴出场，是世界第一。这似乎也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尽管从当前来看，美国陆军仍然是世界第一，但是在中国军力发展上升态势以及美军军力下滑的共同作用，中国极有可能发展出一支世界军力第一的陆军。尽管美军不想承认，但是他们将中国放在最后介绍，似乎已经足够说明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关注重视。在他们看来，解放军陆军在战时几乎可以出动无限的兵力，并且解放军控制的资源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军队都要多，而唯一的缺点就是缺乏实战经验。但是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实战经验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正如同美国专家所说的，认为解放军40年无实战经验就打不赢战争的想法是幼稚的。重返大国对抗，美出一大计划，上好最后一层保险，暂时借此压服中国。俄专家呛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核潜力与美对等。
现如今，中美对抗已经是国际上绕不开的一个热点话题。随着中国崛起势头愈发猛烈，美国开始展露出最后的疯狂，意图用最极端的方式来使中国屈服。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称，日前美国海军提出了下一代核潜艇的计划，其表示美国海军未来的攻击核潜艇应该是集中所有核潜艇优势的一款潜艇。单单从这一未来潜艇的计划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美国的野心。而我们都知道，潜艇是一国的战略武器，更别提是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略级核潜艇，其简直可以称之为世界上最可怕的大杀器。基于这样的威力，其也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在战时最可靠的底线，是拉开同敌人战略优势的关键武器。那么这样一款未来的战略利器是用来对付谁的呢？美媒表示，高性能的攻击核潜艇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意义重大，尤其是当中俄正在增加其核威慑数量时。前段时间，美国方面还在大力炒作中国核威慑问题。从美国大力增加核威慑力量以及炒作限制中国发展核威慑能力来看，美国很希望保持在核威慑领域对中国的领先地位。我们知道，在中美激烈对抗的当下，中美战争风险日益高悬。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自然要保住最后的威慑底线，企图利用在核威慑领域的差距，使得中国服软。但是真实情况真的会这样吗？诚然，我们承认，从核威慑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核弹头数量上来看，中国同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从威力上来看，中国完全可以和美国相匹敌。况且，基于不主动开第一枪的原则，中国的核战略是确保能够进行2次核反击，而不是核弹头数量越多越好。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表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的核潜力与美俄平起平坐。在俄罗斯看来，中国将核武器数量增加到美俄同样水平的关键是中国的政治意愿，也即中国愿不愿意。中国凭借着在生产制造、技术以及资源上的优势，完全可以在短短的10年内追平这一差距。届时，中国做出的这一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的战略平衡。到那时，也许美国再多的动作都是多余，但是发展容易，后续的维护才更为关键。因此这一问题急不得，稍有不慎又会落入到同美国军备竞赛的陷阱中去。为何说英国航母刚开到南海意欲挑事就只能哑火了？而为何又说是中美联手针对英国？英国不会像在黑海挑衅俄罗斯那样挑衅中国。伊丽莎白女王号将会在31号就离开中国南海，并且在途中和中国所属岛礁保持数十英里的距离。这则消息来得很是突然，毕竟从各方面来看，英国好像都没有要退出中国南海的意思。不管是从刚开始航行的时候，计划在南海停留1个月。不过不管怎么说，英国现在其实都属于认怂了，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英国完全不敢和中国闹开。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英国会突然选择撤退呢？英国可一向头铁得很呐。就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在英国发布这则消息前，有2件事或许就是使得英国瞬间萎缩的原因。第一件事，中国直接对英国重磅发声，国防部直接用上了十分严厉的措辞，表示英国胆敢闯中国领海，那么中国采取一些必要手段予以有效打击。除此之外，还有消息称山东舰出现在英国航母周边，这里需要注意2点：其一，国防部说的一切手段以及有效打击，也就是说，中国真的会直接用炮弹打击英国航母。其二，山东舰的出现，这也证明了国防部所言非虚。英国如果不走，中国就准备实施打击。第二件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公开说了一句话：英国的有限军事资产放在英国本土附近，会比放在亚洲更有用。换句话说，就是英国到亚太只能添乱，不如回欧洲去。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至此，英国直接败北，宣布要离开南海去菲律宾。不得不说，中美这还真是无意中就形成了一种联手，对英国实施精确性打击，让英国根本不敢较劲，只能哑火。